勇气不是不经思考、鲁莽的行动，而是拥有执行深思熟虑的计划，并且愿意承担后果的精神。大家好，我是信 ，A.K.A. Try 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要做影评，我看了 N 次也睡了 N 次。有个系列叫《数码宝贝人物谈》，我已经规划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方向跟钢弹人物谈有一点点落差，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之前或许有小小点评大辅跟大门大，但那终究不是全面性的解说，只是挑他们的部分特征去介绍，还是想要做全面一点的介绍。所以第一弹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数码宝贝第一代的开山主角，代表勇气的初代领导人八神太一。那么我们就来进入第一次的数码宝贝人物谈吧 ，Let's go！ 在影片开始之前，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以追踪更多数码宝贝系列影片。八神太一身为这个系列最知名的角色，他活跃于各大作品中，数码宝贝大冒险、数码宝贝大冒险02、数码宝贝大冒险 Try。数码宝贝合体战争、数码宝贝 V 训练师01，除了 Try 让很多人觉得愤怒，这个人根本不是太一以外，应该有不少人对最后2个作品的登场是不熟悉的。这个我们最后再说。首先来谈谈数码宝贝大冒险时期的太一，他在1999年8月1号以高龄11岁被卷入数码宝贝世界的冒险，成为被选召的孩子，更成为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以外的7人加8只数码宝贝在数码宝贝世界冒险，顺便拯救一下世界。他的搭档数码宝贝是牙骨兽，终究是主角，他的搭档永远是第一个进化到下一个阶段的。在主角群中，太一最突出的是勇气跟坚定的意志，基本上就是很典型的少年漫画主角性格。前期的太一经常搞出很有勇无谋的行动，跟相对冷静的阿和经常产生意见上的分歧跟冲突，但是有时候领导人是需要一些勇气，想得太多反而跨不出精彩的一步，所以太一才能当领导人。但如果没有阿和帮他刹车，那太一肯定会送头。2个人的关系就像阴阳两极，缺一不可。总之，拥有强大的勇气的太一，在这一场异世界冒险中，渐渐成为同伴们的核心人物。班和前期的太一比较粗线条，看到光子郎的电脑坏掉，居然觉得拍一拍就会好。在素娜担心粮食不够会饿死的时候，太一认为到时候去钓鱼就好，诸如此类。在故事的前期的太一真的有点太乐观。另外，他画图真的画得超烂，登上无限山的时候画的法医路岛根本没有人看得懂。刚刚提到太一永远是最早让搭档进化的主角，这点在众人到了沙巴大陆后也没有改变。他是最早获得让暴龙兽超进化的素材，勇气徽章的孩子，也因此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因为只有我可以让搭档进化成完全体。抱着这种想法，太一在对抗悟空兽篇吃尽苦头，甚至因为抱有无谋的勇气，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根本就都是虚拟的，受了伤反正也不会死，故意让自己陷入危机，让暴龙兽暗黑进化成丧尸暴龙兽。不过我想在这边平反一下啦，其实数码宝贝的原作对打机主打的就是多样性，老实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进化、暗黑进化的概念。这也是数码老粉最头痛的，为了迎合动画修改设定，甚至贬低某些数码宝贝的地位。在这边我想帮丧尸暴龙兽抱不平。好啦，不过我有一点点离题，我们回到暗黑进化。因为暗黑进化而暴走的丧尸暴龙兽完全不受控制，反而伤害了他想保护的同伴。这种有勇无谋的勇气，用另一个方式惩罚了太一。在后来太一重新考虑过后，了解了在数码宝贝世界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游戏，一切都不是闹着玩的。克服了之前让暴龙兽暗黑进化的失败跟挫折，他终于想通了，真正的勇气不是烦躁下的有勇无谋，而是执行认真思考过的行动的动力。在跟悟空兽的决战中，暴龙兽终于进化成机械暴龙兽。在这边老粉再讲一下哦，其实原作中的机械暴龙兽就是蓝色的，皮肤是蓝色的，是因为它的身体腐烂了。这个设定超有数码宝贝原有的残酷感。那只蓝色的机械暴龙兽才是真元祖，橘色版是为了迎合动画版才改的设定啊，借机科普一下。机械暴龙兽暴打了悟空兽后，却因为必杀技太强，产生时空扭曲。太一被带回现实世界，跟妹妹嘉儿重新团聚。这边我也澄清一下，几年前传得很凶的嘉儿对太一有超出兄妹界限的感情这个设定，
早在前阵子被数码宝贝动画版导演角童博之直接否定说没有这种设定。原本有机会在这场过长的战斗冒险中获得安宁的太一，看到了现实世界的扭曲后，想起了自己的责任，决定重新拾起他的暴龙机，回到数码世界继续冒险。太一回到数码世界后，重新聚集走散的同伴跟队伍，对抗吸血魔兽军团。最后为了追击跑到现实世界的吸血魔兽，再次回归现实世界，在苦战的最后，跟阿和一起实现了传说中的救急进化。打倒救急吸血魔兽之后，为了解决数码世界残留下来的问题，最后再次回去数码世界。等等，可以让人这样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在最后的黑暗四天王篇中，太一等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曾经在数码世界帮过他们的数码宝贝一只一只的死亡。太一认为，为了倒下的他们，孩子们必须前进。但美美还有其他孩子，因为经历太多的牺牲跟痛苦，开始有了胆怯跟退却的想法。这时候的太一又因为一时的心急，开始焦躁起来，无视他人感受。阿和因为看不下去太一耍脑而离开团队。还有啦，其实他很吃醋阿五很黏太一的醋，这对妹控弟控都有一点点过保护的成分，这之后再提。在阿和离开后的太一，越来越有领袖的稳重感，而且在鼻涕兽等数码宝贝的牺牲后，他更了解了，不是打起勇气一昧往前冲就好。后期跟阿和和好，一起挑战小丑王的桥段里面，也会开始分析战力，并且思考每个人的分工合作。在第一部的最后，成为了优秀的领袖范本，带着在数码世界经历过的成长，离开陪伴他的雅古兽后，和其他孩子一起回到了现实世界。在数码宝贝大冒险02里面，太一超进化成中二生，作为前辈给予大辅等人各种支援，无论战力上或者精神上都有前辈的风范。只是剧情中雅古兽被暴龙改造者抓走，强行进化成元祖，没错，元祖机械暴龙兽。因为担心暴龙兽，所以太一在那次战斗中不断拖大辅后腿。好险有阿和到场打醒太一，这个两个人真是激到不行，从小打到老。大辅看着两个人的激情，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友情，因此获得友情的数码装甲，让 V 仔兽进化成雷龙兽，救下机械暴龙兽。在后期的对黑暗战斗暴龙兽篇中，太一更获得了青龙兽的数码核，可以随时让雅古兽进化成战斗暴龙兽，实现了双战斗暴龙兽的梦幻对决。雅古兽也教会了被创造的生命体黑暗战斗暴龙兽所谓活着的意义。在02的最终决战，作为前辈但不抢戏的太一，滚！我不想看到你，非常给晚辈尊重，只在后方传送力量支援大辅，协助他们打倒复活的吸血魔兽。在02的太一，因为已经属于成长完的角色，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交代的戏份，理所当然会比较少一点。不过他在02的表现算是可圈可点，让人确实感受到我们童年的伙伴太一真的长大了，他会带人呢。可是呢 ，Try 的太一完全是来乱的。虽然说他变成了高二生，长高变帅，没错，我觉得那个画风算好看，只是动画作画很烂，角色崩得不成人形。Try 的剧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还没看过剧情的朋友，可以去看我先前的数码宝贝影片来参考一下。我在这边一定要骂一下 Try， 对于太一的人格描写，简直是把01跟02的成长当作没发生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Try 的太一会因为害怕伤到城镇，所以不愿意战斗。太一是在 Hello，01跟02早就演过在现实世界战斗的画面。太一在02更会指挥战斗暴龙兽，引导敌人到人烟稀少的地方，不要波及无辜。事到如今 ，Try 是在跟我闹哪样？总之，失去了这些勇气跟想法的太一，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太一。也因为这样 ，Try 因为乱搞角色成长，甚至把以前的角色曲线都当垃圾丢掉了，所以获得了公认黑历史的称号。那我就看新电影《Last Evolution》要怎么交代后续的事了。以上3部作品的太一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太一。接下来要介绍比较少人知道的太一，鲜少人知道的登场——数码宝贝合体战争。太一在第68话中初次登场，这时候只有角色剪影，跟大门大一起露脸。在76话中正式跟大门大以前辈之姿参战，协助当时的新主角打倒对手。在第78话中的全体大集合中再次登场，跟阿和秀了一手合体，奥姆加兽无双开砍，解决了超多只贝利亚吸血魔兽。在最终话中也有短短的登场，借助主角力量。太一在这部作品里面的登场不算多，
总共有4次，其中3次有请原声优回来配音，而且戏份都还算重要，制作组算是非常给前辈一个尊重。而太一的这些活药也不算过分，没有喧宾夺主，是非常服务粉丝的登场。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欢迎去看看合体战争。而最后，我最想推荐的介绍的一个太一的登场是 V 训练师01，这是一部当初在 V Jump 上连载的漫画，主角也是八神太一，长相几乎一样，但是实际上差很多。在漫画里面的太一比较接近02成长完全版的太一，小孩子的外表有着大人的头脑，名训练师太一。没错，他在这套漫画里是一个胜率100%的超强训练师，无论战局分析或者战况预测都超强的头脑派主角。养着没有人看过的数码宝贝 V 龙兽被神圣天使兽召唤到数码宝贝世界，以击倒救急魔兽为目标展开旅行。跟动画版不一样，它并不是被世界的意识选召，而是被正义的一方神圣天使兽挖角来到数码宝贝世界的勇者。这只 V 龙兽杰罗也是为了这个漫画原创的数码宝贝，但后来 V 龙兽回流到正史。超代对打机也能养出 V 龙兽，这都证明了这部漫画的高人气跟地位。然后呢，漫画版的暴龙机的功能也比较多，可以让这个头脑超好版的太一直接传出战术给 V 龙兽，跟动画版中大多时间都在喊加油的太一非常不一样。这个太一的操作是真的很骚，甚至能用成熟期的 V 龙兽靠策略反杀大量完全体对手。有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一部在早期数码粉中颇有地位的漫画《数码宝贝 V 训练师01》，这部真的很棒，无论是剧情跟战斗都相当的优秀。原定设定是要让动画版太一跟这个太一在某种程度上有连接，我个人的猜测啦。漫画版的太一原设定是要作为01结束后的太一来描写，只是因为这样子会有很多矛盾，最后他就作罢，变成平行时空的同外型角色。另外，这部作品连载的时间点是1998年，比电视版跟电影版的数码宝贝作品都还要早制作，那都发生在1999年。时间上来看，不能否认 V 训练师01的太一才是原主第1号太一的可能性。V 训练师01的 V 龙兽杰罗也是数码宝贝界的一大传奇角色。数码宝贝在古今中外有非常多的漫画原创兽，而 V 龙兽其实就是其中一只，但它居然有机会转正，而且变成可以养的正式兽。它的进化型救急 V 龙兽更是直接被分类在数码宝贝界最强的皇家骑士团的其中一员，可见这套漫画的重量。那么在影片的结尾处，我想来介绍一下太一的所有搭档数码宝贝。黑球兽登场于神作电影《数码宝贝大电影》滚球兽的诞生，属于幼年期1的数码宝贝。球状，全身布满黑色的汗毛，因为没有什么战斗能力，只能靠吐泡沫来吓唬人。滚球兽，这只对于动画版的观众会比较熟悉，属于幼年期2的数码宝贝。设计造型上比较像黑球兽的汗毛掉光，整体变大的状态，但是战斗能力还是极低。在数码宝贝大冒险滚球兽的诞生中担纲主角。这个时候的滚球兽跟未来 TV 版的滚球兽理论上不会是同一只数码宝贝，但是考虑到 TV 版的滚球兽第一次见到太一时觉得太一很眼熟，可以合理猜测 TV 版的滚球兽或许是电影版的滚球兽的转世或者子孙。牙骨兽，有在接触数码宝贝的朋友对这只数码宝贝应该不陌生，无论是太一或者之后的大门大兽都有一只牙骨兽作为搭档啊。大门大兽的情况是把牙骨兽当作交通工具啊。除此之外，数码宝贝次世代的漫画主角龙野健跟数码宝贝故事网络侦探的白风诺基亚，他们的搭档也都是牙骨兽。成长期的爬虫类型数码宝贝，必杀技是小型火焰。太一的那只不知道为什么肚子永远不会饱。而在电影版滚球兽的诞生中的个体比较强调野生性，不仅不会讲话，也非常的粗暴。但本能上把保护八神兄妹当作行动宗旨。暴龙兽，成熟期的恐龙型数码宝贝，最早认识它的时候是在初代怪兽对打机，那时候的数码宝贝世界观写得非常严肃。暴龙兽的说明栏有写到，非常具有攻击性，智力很高，但如果能驯服它，恐怕再也没有比它强的怪兽。Hello， 没有比它强的怪兽？没事，吹逼战斗力是数码宝贝界的日常。太一的搭档的个体
初次进化是在对阵贝壳兽时，为了拯救太一进化。必杀技是超级火焰。电影版的主角滚球兽有进化到这个阶段，为了保护八神兄妹，挺身对抗完全体的鹦鹉兽。因为他不会讲话，也不会自我介绍，所以他从头到尾都被称作滚球兽。丧尸暴龙兽，完全体不死型的数码宝贝。TV 动画版中被当作错误进化对待的可怜进化型，登场时间极短哦。设定上是执着于战斗的数码宝贝，就算肉体毁灭了，也要靠本能生存下去。没有任何智力，必杀技是 Ground Zero。另外，奥加兽手上的骨头似乎是打倒丧尸暴龙兽后获得的战利品。奥加兽的最终进化型泰坦兽手上的斩神刀就是以丧尸暴龙兽的骨头加工而来的。可怜呢，机械暴龙兽在动画版中，在最绝望的状况下打倒近乎无敌的悟空兽，当时虏获了我们所有观众的心的改造型完全体数码宝贝。原本的生态是暴龙兽，为了追求更多的战斗，对自己的肉体改造，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必杀技是救急破坏炮。机械暴龙兽元祖版。在影片中有抱怨到，所以你们知道它的来历。在02的故事中，太一的牙骨兽被一城四贤抓去魔改后进化而来。战斗暴龙兽为了打倒救急吸血魔兽，太一跟阿和在实践了古代传说后得到的牙骨兽全新进化形态救急体龙人形，身穿最硬等级的素材数码金属制成的盔甲，所以防御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跟以往逐渐变大只的形象不太一样。战斗暴龙兽的身形反而比较接近人类，有种把战斗力浓缩起来的感觉。必杀技是元气弹，不是，是盖亚能量炮。特别要提的是，这只战斗暴龙兽虽然在超代对打机第5代初次登场，可以培育，但是事实上，战斗暴龙兽是为了动画版特别设计的数码宝贝。背后的勇气之盾上面刻的徽章是电视动画版才有的勇气徽章，所以说战斗暴龙兽是代表勇气的太一的专属进化型数码宝贝，也不为过。在后来的动画作品中也常常登场，甚至在应用兽中也有登场哦。应用兽中那边登场的战斗暴龙兽比同期的 Try 还要用心设计跟刻画，作画也比 Try 好很多，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应用兽。奥米加兽只在剧场版中登场，跟钢铁加鲁鲁的合体形态，圣骑士型救急体。因为数码宝贝的设定比较看心情，有时候奥米加兽会被安排到超救急体的阶级。初次登场于我们的战争游戏，为了拯救日本的核弹危机而登场，在那之后直接跃升成最受欢迎的数码宝贝之一，很强，超强，但是还是不少被打败的记录。必杀技是暴龙剑跟加鲁鲁炮，有时候会被当作合体进化来看待，有时候又会被当作普通的合体看待，相当暧昧哦。认真统整设定一下行不行啊？在 V 训练师01跟各大媒体中常常担任反派登场。帝王龙甲兽天国型救急体圣骑士型，奥米加兽跟帝王龙甲兽合体进化的新形态，或许造型上看起来很像是帝王龙甲兽的强化型，但事实上这被当作合体进化来看待。所以我认为这也算是太一拥有过的数码宝贝。生态设定上，帝王龙甲兽天国型是在古代到处行侠仗义，甚至拯救过古代数码宝贝世界危机的神级数码宝贝。皇家骑士团大多都是被帝王龙甲兽天国型的骑士精神跟传说感动而入团，设定上超强。但是登场次数极少，或许是想要保留它的传奇色彩吧。我期待它 X 抗体化。必杀技是可以强制初始化数据的奥米加之剑，怎么感觉是剑在强啊？奥米加兽慈悲形态，沙猫模式，飞翼钢弹零式特装型。数码宝贝粉丝不愿意面对的黑历史的代表物，虽然说是这样，它仍然是数码宝贝设计总监设计出来的数码宝贝，多少还是要给它一个尊重。设计理念是白色的处刑人，身上的蓝色条纹是流泪的意思。对我来说，砍的那只蠢猫算是喜极而泣。这样想想，或许慈悲形态是完结出来的神圣形态呢。V 龙兽成熟期幻龙种数码宝贝，第一次登场于1998年的数码宝贝大冒险 V 训练师01。在漫画中，太一的搭档存在极为稀少、根本无法被确认的幻兽型数码宝贝，拥有匹敌完全体的潜在能力。跟正确的训练师合作的话，可以发挥他所有的潜能。漫画中的个体叫做 Zero Maru 杰罗马鲁，意思就是2个零的意思，配上太一的1。就会变成100%的胜率。少数在漫画中被承认的原创数码宝贝，甚至可以在超代对打机第4代中养成它，地位非常特别。必杀技是 V 型烈火箭。
飞龙 V 兽完全体圣龙型数码宝贝，就算在数量极为稀少的 V 龙兽中，也算是几乎没人看过的进化型。不仅长出翅膀，全身的肌肉量也超越完本的形态。属于血咒完全体，实际为救急体实力的怪物。剧中有跟好几只超越自己等级的数码宝贝交战的记录。必杀技是 V 翼斩跟火龙冲击。救急 V 龙兽救急体圣骑士型的皇家骑士，具备古代之力却有着未来希望的圣骑士型数码宝贝。拥有皇家骑士中最快的速度，必杀技是万丈 V 圣光，我最喜欢的皇家骑士之一。救急 V 龙兽未来形态，这个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回流至原作 V 龙兽家族最强的形态，是极少数确实被分类到超救急体的数码宝贝之一。表现呢，目前的表现只有秒杀，所以我无从分析它的实力。好了，以上就是我对太一的一些整理跟心得，还偷渡了一些的漫画推坑啊。如果对太一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跟我讨论。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也欢迎在留言告诉我。喜欢我的影片，麻烦一个喜欢，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因为订阅了不见得会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